没有长时间预热，玉庭瑶突然空降。开播当晚，湖南卫视直播收视率约 0.44%， 拿下同时段卫视第一。芒果 TV 首晚播放量突破1800万。吴谨言演权谋大女主，观众并不陌生。可让不少人停下来多看几眼的是陈哲远。过去能记住他的常常是一种亲近感，他看向女主角时情绪很容易被读懂，笑起来没有太强的防备，哪怕人物心里藏着伤，观众仍能很快靠近他。在玉庭瑶这套熟悉的优势遇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。英寡14岁登基，坐在皇位上，权力却没有真正握在手里。朝中有权臣牵制，身边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人揣测。他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在想什么。同一张脸为什么突然有了距离感？陈哲远的少年帝王究竟演对了什么？先说第一个答案，帝王感不等于冷脸，更不等于把声音压低。古装剧里常见一种简单演法，眉头皱起来，走路慢一点。说话沉一点，再配上龙椅朝服和俯视镜头，帝王的架子便有了。可英寡真正难演的地方不在架子，他是一个暂时不能暴露野心的皇帝。面对权臣，他需要示弱；面对亲近的人，他仍要保留一部分秘密。即便心里已经做出判断，表面上还得留出回旋的余地。陈哲远在这个角色里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不急着让观众读懂英寡。群臣说话时，他经常先听，镜头落到脸上，表情没有立刻跟着对方的话变化。你知道他正在判断局势，却很难马上猜出他准备站在哪一边。这种延迟让人物有了第二层。英寡不是没有情绪，他只是知道谁先露出情绪，谁就可能先失去主动。这里恰好用上了陈哲远过去的表演特点。从青春角色到爱情剧，他很擅长让观众靠近人物。他的眼神通常比较直接，情绪会沿着对手演员自然流出去。喜欢、担心、委屈，观众不需要猜很久。这种亲近感曾经帮他建立了不少角色。可英寡不能始终亲近。一个被权臣盯着的年轻皇帝，如果从头到尾都显得强硬，对手早就知道他在准备反击。如果始终温顺，观众又不会相信他有能力重新掌权。陈哲远没有完全拿掉原有的温和感，他把这份温和放在英寡需要伪装的时候。人前的退让，表面上像年轻好说话，等到人物回到自己的控制范围，眼神和说话节奏才慢慢收紧。过去的温柔在这里不再只用来谈感情，它成了角色的保护色。第二个答案藏在他的台词节奏里。陈哲远这次使用原声，观众讨论比较多的是声音变沉了，朝堂上的语气有威严。可只看音色还不足以解释英寡为什么能站住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开始区分自己面对的人。对着权臣，他不会每句话都用力，前半句往往留着空间，像在听取意见。真正做出决定时，句尾才落下去。面对近臣，停顿变短，信息给得更直接。到了与孟庭辉单独相处的场面，声音里的防备会松一点，但不会完全松开。即使有情感靠近，英寡依然记得自己身处权力中心。这种区别让他的原声不只是在证明台词功底，他开始参与人物关系。谁能听见他的真话，谁只能听见皇帝允许对方听见的部分。单告语气已经能分出层次。朝堂上的权力感很多时候并不来自谁说的最大声。别人急着表态，他先看；别人用动作强调立场，他保持稳定。等到众人的情绪都露出来，他才把决定放到最后。他不是靠音量压住朝堂，而是让别人先动，自己最后落子。第三个答案出现在人物状态的转换上。英寡不能一直维持同一张冷脸，他在人前故作温顺，私下重新安排局势。面对臣子需要保持距离，面对孟庭辉又会短暂露出年轻人的情绪。如果两种状态切得太开，人物会像突然换了一个人。陈哲远比较有效的处理是让转换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。上一秒他还带着一点松弛，听见某句话后，笑意没有夸张的消失，眼神却先收回去了，身体动作跟着减少，语速逐渐稳下来，身份就在这几秒钟里重新回到他身上。这比突然转身甩袖或者提高音量更可信。一个从小活在权力场里的人，防备不应该每次都需要重新准备，他早已成了身体反应。只要环境出现变化，他便会立刻把真实情绪收回去。这种一秒收回让观众相信英寡的温和是真的，警觉同样是真的。不过说到这里还要追问一句，我们看到的帝王感究竟有多少来自表演？
又有多少来自角色设定和造型。玉庭瑶确实给了陈哲远不少帮助，朝服、龙椅、朝堂构图一统造型，加上其他人物对皇帝身份的反应，都在替英寡增加分量。如果一个演员只要站在这些元素中间，就能显得有威严，那么真正的考验应该出现在镜头靠近之后，拿掉大场面，拿掉群臣的衬托，只剩下人物安静说话时，他还能不能让人相信？英寡正在计算下一步。从目前播出的内容看，陈哲远在部分近景里确实保住了这层隐藏等，他没有让每一个眼神都变成看我准备反击了，有些判断只停留在短暂的凝视中，随后便被角色压下去。这种克制让英寡没有沦为一个只靠设定厉害的皇帝，但这个角色是否已经完全站稳，现在下结论仍然太早。当剧情进入情感线，陈哲远偶尔还会回到观众熟悉的温柔状态，这些场面自然好看，却可能削弱英寡一直建立的戒备感。接下来更难的部分是人物逐渐夺回权力之后，演法能不能继续向前，实时时的隐忍与掌权后的威压，不能只是声音更沉，表情更冷。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变了，他看待臣子对手和爱人的方式都应该跟着变化。陈哲远目前找到了进入这个人物的门，能否走到更深处，还要看后面的英寡会不会长出新的重料。这正是玉庭瑶对陈哲远更重要的地方，他未必能立刻证明他已经完成某种巨大转型，却让观众看见他的亲近感不只适合青春爱情，放到一个表面温和心里藏着判断的人物身上，这种气质可以产生另一种效果。没有明显攻击性并不代表缺少控制力，笑意可以是礼貌，退让可以是在等时机，温和甚至可以成为对手最容易看错的地方。这条路一旦成立，陈哲远未来能接住的就不只是一类古装帝王，悬疑剧里动机难辨的人物，都市剧中表面随和却掌握局面的角色，或者正邪界限并不清楚的年轻人，都可能比单纯的深情男主更适合他现在的状态。玉庭瑶开播后的成绩当然不能全部算在陈哲远身上，题材平台播出位置，吴谨言的观众基础都替这部剧打开了入口，但陈哲远至少完成了一件过去没有被充分看见的事，他没有把英寡演成一个穿上黄袍声音更低的温柔男主，他开始延迟情绪，收起解释，把过去的亲近感变成角色的伪装。少年帝王真正需要的从来不只是少年气，也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威严，而是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还不够强时，他已经悄悄看清了整个局面。英寡能不能成为陈哲远新的代表角色，还要等故事继续往前，可至少这扇门他已经推开了。那么你觉得英寡最有帝王感的一场戏，是朝堂上暂时不动声色的时候，还是私下露出真实意图的那一刻？欢迎把你印象最深的场面留在评论区。